在距离广西南宁仅有45公里的地方呢，有一个无人小镇，这里被称之为80年代的小香港。据说当时人们非常的富有，买雪糕买2根，吃1根呢，然后再扔1根。整栋楼里啊，仅有2户人住着。据说这里最繁华时曾经住着2万人，如今呢仅剩200人。这些楼房看起来人畜无害，那么很难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当地一个大爷呢给我描述了他超市经营的一个非常夸张的利润。据说呢苦干1个月呢只够买盐的钱。目之所及，毫不夸张的说啊，这里的店铺99%基本都废弃，就连方圆几十公里之内唯一的电影院也废弃了。据说有探险者来这儿看到了不可描述的东西，而这些废弃楼房的背后呢，竟然是看起来非常高科技的田地，令人惊掉下巴。于是为了搞清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决定独自一人前来探索，解开这里的谜题。整栋楼里啊，仅有2户人住着，很难相信会有这样的地方。这树看起来还不错，是不是？不相信这里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！那座石桥都塌掉了，这不能过去了，这属于危险地带了。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更清楚？这个桥是彻底是桥体分离了。我的个天哪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个公园居然成这个样子了。到处都是荒无人烟的楼房啊！10几米高的工人雕像，我的天哪！修成这个样子，让人难以置信啊！我又找到了一个末日一般的小镇啊！看看这个地方，整个50、60栋楼啊，全部废弃掉了。哎呀，太恐怖了，真是！这里至今仅住着200人，最多时候住着2万人。这不同时代还有不同时代的楼啊，这边属于那种苏联红楼那种建筑，建于60年代。有的一栋楼里就住了1户人家，这栋楼里干脆是1户也没有。这那时候的楼房还可以啊，给你带个2房、储物间，不像现在的房子那么缺德，还你搞什么公摊什么的。我的个天哪！2平方米的地都要种菜，真让人难以置信啊！我看着这个卫星锅还挺新的，应该这户有人住，电表也挺新，剩下的都该没什么人了。这2房里，但是门都锁着，没狗吧？我的天哪！连续有10几栋这样的楼。这面的楼呢，跟这边的楼不太一样啊。这边楼可能是80年代才建的，看起来比较新一些。你看这路硬化的也挺好，就很可惜啊。在这栋楼里不知道住了几户人，你看吧，凡是带空调的都住着，带空调的肯定没人。这是个不简单啊，6层楼，在当年也算是非常可以的，有钱人能住得起的。80年代的楼，普通人在80年代能住起这样的楼吗？想都不要想。从这里看过去，直接就是5栋楼。从这个小卖铺就能看出来这个地方的年代啊。这公用电话，2000年以后好像就不再有这个公用电话了。看到没有？这也是个小卖铺，起码20年荒废。我看那里有个牌子啊，31栋高陵土场卫生区，说明这里的这种楼房最少有31栋。啊，这玻璃全碎了。我刚才来这家店买了包烟，大爷告诉我，现在的钱只能买点盐挣的钱。店开了有20多年了，复印。我兼着复印呢，人太少，因为这个厕所看起来挺时髦啊。我感觉上面以前是住人的，谁会住在这种地方呢？真是太恶心了啊！
这不算主干道啊，只是进小镇刚进小镇的路。这应该是以前60年前那种的干打类小卖铺啊，都早已关门了，因为它石头做的，能看出来。这没钱买对联，还弄了个木质的鸡心高照，这是令人想象不到啊。这是个什么地方？应该也是个商铺之类的。这个商铺还比较大，看起来像那种营业厅之类的，但是现在已经关门有些年头了。这条街过去呢，应该就是镇上最繁华的街道了。这后面看起来还有10几栋这种的大楼，这横向3栋，纵向7、8栋。这里应该都是以前的店铺了，就有几个老人在那里打牌。公用电话线应该关门有些年头了，变为麻将馆了。我的天哪，这椅子怎么这个样子？这椅子还垫了2块砖头，很有特点啊。这边呢，可能是一些宿舍楼之类的，这种低矮的房子啊，很有时代感，70、80年代那种房子，这全部没有人了。特色康复中心，哎，这个电话不知道能不能打通了。现在，这延伸的应该有这么7、8排吧，后面还有楼房，看到没有？当年的小卖铺，如宏远吃什么什么。这一看就是2兄弟，或者是第3人骂2兄弟。前面有个广场啊，我刚逛过了。这边应该是当年最繁华的地方，可是当年的商铺都比较乱一点啊，没有现在的这样店铺这么气派了，这门神都褪色了。这店铺看起来都很简陋啊，没钱买门的还弄了这么个木门，自己钉的。铁门毕竟要不少钱。这是个家电维修，就这个牌子还比较明显啊，开店公平和气，这字也有些年头了。这面的1楼全部都没有人了，还能听见狗叫啊！我的个天哪，难以置信啊！这个大木盘不知道这里起什么作用，但是你如果把车开进来的话，不好意思啊，这里就进不了了。啊，这里好多家电维修啊！这应该就是当年的理发店，这还写着嘞，新开张大优惠美发沙龙。这个地方的摩托车修理部是真够多的啊！这是个征收处旧址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可能是个税务局这里的。里面的修理部也变成了裁缝店了。我的天哪，这里居然还有牙科嘞！这就是牙科吗？这是非洲的牙科。哎，我看到个店字，看到没有？就这也能称之为一个店铺？天哪，纯铁皮的，真稀罕。现在这个地方已经降为了一个社区了，有一个镇。这以前的菜市场规模很大，这以前是服务2万人的地方。这里还能有个服饰店，哎，也挺稀罕啊。这理发店都是那种60年代的理发店，很怀旧啊。镇上的集会地啊，这栋楼里我看就那个东北角上住了1户人，没什么人了，这里面。
店铺全关门了。这一排楼应该是广场上当年比较繁华的，现在有个麻将馆了，只开了一个店铺，其他的全部废弃掉了。本应是黄金地段的店铺啊，由于常年不使用，成了危房了，现在都被贴了封条了，禁止靠近。我的天哪！这菜市场的规模可以啊，我们以前逛过3万人的小镇，也就是这么个规模，看到没有？这已经了不得了。市区一个区也就这么大个菜市场，200来个摊位，路径仅有3、4个。这好像是这里唯一的一家粉店，但是我连个抬头都没有看到。这个连牙科这个广告打都没有。正面就是这个样子，3道门，通风性不错。这类的店铺啊，都是垄断性质的，除了超市都是一样一个，不会再有第2家。但凡多开一家，你都开不下去。因为只有200人嘛。我的天哪！我才发现这里居然是个医院，门诊部，这不是开门的吧？有人吗？不是，这是个住人的私人的。这边的店铺也全关门了，就这个样子了。哦，我找到这里另一家饭店了，看这样子应该关门很久了。我穿过一片废弃的房屋啊，几片菜地，找到了这里的电影院啊。这是电影院当年的假山，看到没有？被树化了。这个圆形的花坛还能看得出来啊。这是当年热闹非凡的影剧院啊。没想到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大门有一半没有了。这里贴了个告示，这个门被偷了，居然是，真难以置信啊！曾经影院的传达室，我还不敢进去，我还怕有狗。彻底废弃掉了，多年无人问津。这边应该是张贴电影海报的一个地方。我的个天哪！那里面应该有一层玻璃，也没有掉了，这不知道什么原因。你看当时人们买票是怎么买的？从这个窗口 ，Hello， 这是个铁质的，像探监一样，真让人难以理解。这个影剧院看不到啊，进不去。Hello， 有人吗？我是生怕有狗啊。自从上次探险被一只麻犬差点咬了以后，给我留下了后遗症。时刻警惕啊！这个门锁着嘞，我的天哪，成这个样子，没听见狗的声音，会咬人的狗都不叫。哇，现在里面是这个样子，危房请勿靠近，进不去了啊！祥龙月日还挺漂亮。看来座椅都给扔到外面了。这个照壁确实挺好看啊，1992年的，这到现在废弃了29年了。这里的唯一好处啊，就是真的不缺地啊，这里地非常多，到处都在种地。从这个生锈的雕像，我们就可以看出啊，这是一个工业型小镇。当年呢，这里顶峰时确实有2万多人。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啊，叫做纳龙煤矿，所属纳龙镇。纳龙呢，在壮语中意思就是龙的田地，而这里呢，确实在上世纪60年代发现了很多龙骨。而据说在2001年的时候呢，纳龙煤矿的资源呢已经枯竭，于是呢，纳龙煤矿申请了破产，从而呢遗留下来这么大片的楼房。有人说呢，破产原因是因为他们动了龙的领地，所以呢才导致了破产。当然，这是一句玩笑话。
纳龙煤矿呢，其实在1947年就已经开始开采了，核心发展时间是在60年代以后，引进了大量的苏联设备，当时年产煤达到了33万吨，可以说成为了国家2级企业，为广西的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而在2001年的时候呢，由于资源枯竭，无可奈何地宣告了破产。由于失去了经济支柱，这里的人员呢大量外流，仅有一些老人不愿搬走，而留在了这里。据说啊，由于当地的楼房年代久远，大部分成了危楼，于是呢，当地呢在外面给人们建了新楼。开明的政策呢，体现了我们国家的伟大。资源型小镇从巅峰到衰败，这是历史的必然。虽然企业最终破产了，但是这里的人们依旧拿着退休工资，过着幸福的养老生活。